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聊聊肖战射雕的两个劲敌。在璀璨夺目的电影星空中，每一年的电影市场都仿佛是一场激烈的角力战。今年虽然佳作纷呈，但真正能够震撼人心的重量级大片，我认为仅有3部：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、《封神2》和《哪吒2》。这3部作品如同江湖中的3位武林高手，各自独领风骚，却又在暗中较劲，掰着手腕，等待着一场巅峰对决。首先，这3部电影无疑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制作，他们不仅有着巨额的投资和一流的制作团队，更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强大的演员阵容。从预告片和宣传资料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展现出的视觉盛宴和精彩打斗场面，足以让观众们热血沸腾，期待不已。然而，正因为他们的重量级地位，他们的上映时间也显得尤为重要。为了最大化自身的票房收益和影响力，这3部电影很可能会错开上映时间，避免正面冲突。比如，一部电影可能选择在7月上映，另一部则会在8月或者国庆、春节等档期亮相。这种策略不仅能够减少竞争压力，还能够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都有大片可看，满足他们的观影需求。在定档之前，各大电影制片方也会互相打探对方的上映计划，这就像是一场无声的较量，大家都在暗中观察、猜测对方的动向，以便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。例如，去年春节档的几部电影就是在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确定不上映之后才开始定档宣发的。同样，今年的暑期档也会有不少电影在观望中等待。一旦有大片确定上映时间，他们就会根据情况做出调整。在这3部大片中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无疑是业内外都最为期待的一部。这部由金庸经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，由知名导演徐克执导，肖战、庄达菲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。它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更有着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制作团队。肖战的粉丝群体庞大，网络宣发声量巨大，这也为电影的上映增加了不少话题度和关注度。相比之下，《封神2》和《哪吒2》也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特色，算得上可以与肖战射雕掰掰手腕的两个劲敌。《封神2》延续了第1部的精彩故事和口碑基础，有着一定的观众基础和市场认可度。而《哪吒2》则凭借第1部50亿的票房成绩和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成为了暑期档的有力竞争者。然而，对于这3部电影来说，最大的悬念或许在于他们的票房表现。虽然他们都具备了成功的各种因素，但电影市场的变幻莫测和观众口味的多样性，使得票房预测成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。尤其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，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制片方的收益和演员的事业发展，更关系到未来大银幕是否还会有大制作武侠电影的命运。武侠电影在过去的20年里逐渐式微，鲜有成功之作，这使得许多制片方对于投资武侠电影持谨慎态度。如果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这样的重磅作品都不能取得成功，那么未来大银幕上的武侠电影或许将会更加稀少。因此，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否，不仅关乎到其自身的命运，更关乎到整个武侠电影类型的未来走向。业内也在密切关注着这部电影的表现。如果它能够取得好成绩，那么或许会激发更多制片方对于武侠电影的投资热情，推动这一类型的复兴和发展。反之，如果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，那么武侠电影或许还将继续沉寂下去。综上所述，今年的电影市场可谓是一场群雄逐鹿的盛宴。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侠之大者》、《
封神2》和哪吒2这3部大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们的上映时间、票房表现以及对于整个电影市场的影响，都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。